一段时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利用涉疆和涉港等各种借口对中方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令各界人士强烈不满。据新华社报道，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周一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草案的审议结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中方之所以考虑审议制定反外国制裁法，正是因为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出于政治操弄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利用涉疆、涉港等各种借口对中国进行造谣污蔑和遏制打压，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依据其本国法律对中国有关国家机关、组织和国家工作人员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这种霸权主义行径予以严厉谴责，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强烈义愤。为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今年两会前后，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提出建议，认为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依法反制外国歧视性措施提供有力的法治支撑和保障。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在今后1年的主要任务中明确提出，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根据有关工作安排，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建议，总结我国反制实践和相关工作做法，梳理国外有关立法情况，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起草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草案，并于4月举行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对此进行了初次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普遍赞成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完善性的意见建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审议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反外国制裁法草案做了修改完善，依法向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提出了审议结果报告和草案2次审议稿。此前，针对来自外部的无理攻击和制裁，中方先后对美国一贯持反华立场的参议员卢比奥·克鲁兹、长期抹黑新疆的德国人郑国恩，以及欧洲议会人权分委会、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等实体与个人进行反制裁。外界注意到，相关反制裁手段主要还是通过行政命令。此外，去年9月和今年1月，商务部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公布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二者均被认为是构成我国现阶段应对外国滥用制裁手段和长臂管辖、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重要举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熊礼立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行政法规相比于法律来说，无论是从效率角度还是执法权威角度出发，或多或少会打一些折扣，所以制定反外国制裁法势在必行。虽然商务部呢已经出台了相关的2部法规，但是呢，作为反外国制裁法，实际上它的目标指向性更加明显，而维权的力度呢也会相应的更大。说到底呢，反外国制裁法实际上它是更加的有的放矢，针对呢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无理制裁，实际上具有更加强大的法律基础作为回应，同时呢也使得各部门能够将力使在一处。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未来的维权呢，一定会有更加可观的正面效果。熊礼立认为，美国通过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虽然通过披上法律的外衣，妄图占据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这对于中国就意味着非常有必要制定相应的反外国制裁法案，从机制上和系统上来应对美西方的所谓制裁。实际上，相关做法是国际通行的。此前，欧盟就曾针对美国的制裁通过欧盟阻断法，明确列举了若干美国域外适用立法，要求欧盟自然人和法人不得遵守列明立法以及据之作出的任何决定、判决或裁决，以此阻断和抵消美国制裁措施对欧盟自然人和法人的适用效果。作为长期被美国制裁的国家，俄罗斯也曾于2018年6月通过关于影响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的法律。
旨在保护俄罗斯的利益、安全、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免受美国等国不友好举动的侵害。中国出台反外国制裁法案，实际上呢，表明中国也开始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未来呢，中国在国际上的维权行动将更加的有法可依，具有更加强大的法律保障。自2019年修例风波以来，美国多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及香港事务，尤其是在去年6月，香港国安法落地生效后，美国会出台所谓香港自治法，赋予美政府以金融方式制裁实施香港国安法的24名内地及香港官员。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美方行动确实给他的生活带来些许不便，使用信用卡的时候受到限制，平时只能使用现金。但他同时也表示，自己在美国没有资产，也不向往去美国，所以对美方发起的所谓制裁并不惧怕。在周二举行的記者會上，林鄭月娥代表特區政府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制定反外國制裁法表示支持。特區政府係有呢一種親身嘅體會，針對呢啲被制裁嘅行動，所以我哋係非常之歡迎，亦都係支持國家去制定一個反外國嘅制裁法，讓到日後嘅反制裁嘅工作呢係有法律嘅依據。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認為任何維護國家主權尊嚴同埋核心利益嘅中國人都應該有呢一種義憤填膺嘅立場。另據香港大公報報道，香港特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周一表示，西方國家的所謂制裁是徒勞無功的，只會暴露他們無理的霸權主義。我們對此作出反制，以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保障國民合法權益是理所應當。反外國制裁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也引發國際上的廣泛關注。美國彭博社的報道指，光是在前總統特朗普的任期內，美國就對至少45名中國官員進行制裁。儘管後來中方對參議員盧比奧和克魯茲進行了對等反制，但由於美元在國際金融貨幣體系中的主導作用，中方之前的反制措施效力不足。此次轉而走立法途徑，顯示中國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內政的決心。路透社周一的報道則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反對外國制裁的法律草案，正是對美國和其他國家以所謂中國新疆地區涉嫌存在侵犯人權現象為由，對一些中國官員實施制裁的有力反擊。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則指出，自2020年起，中國已用行動表明將強化反制美國的法律途徑，利用法律武器發揮一定的震懾作用。反外國制裁法一旦通過，意味着中美戰略競爭進入法律戰。中美之間這樣一種競爭呢，說進入法律戰呢，可能呢並不準確。畢竟呢，中方實際上是通過這種法律方面的立法也好、執法也好，更多的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中方呢並不希望用所謂的法律武器來追求自身合法國家利益邊界之外的東西，和美方呢利用法律大棒對其他國家進行干涉、行使霸權之時是有本質的區別。因此呢，從這個角度來說，並不能簡單的說未來中美競爭進入法律戰的階段，只能說呢，在未來的中美競爭當中，中國呢也開始使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今年以來，美西方國家相繼就香港、新疆等問題對中國發難。美國新總統拜登更是極力打造所謂民主同盟，圍堵中國。但海關總署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中國對美、歐、日等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均大幅增長。有觀點認為，美西方出於政治私利，頻頻釋放所謂脫鈎信息，但經貿的強勁表現說明，除了與中國加強合作與聯繫外，別無選擇。中國海關總署官網周一公布的數據顯示，隨着全球經濟從疫情危機中復甦，中國5月份出口同比增長27.9%，進口同比增速創10年來新高。分析認為，進口激增則反映了中國經濟恢復態勢良好，內需旺盛，尤其是原材料的需求大增。中國市場的復甦正在為全球經貿復甦注入強大動力。值得關注的是，儘管中美仍處於貿易戰期間，但兩國貿易額迅速增長。據統計，今年前5個月，中美貿易總值為1.82萬億元，增長41.3%。環球時報刊發評論指出，世界是相互需要的，經濟規律比美國等一些鼓吹脫鈎的政客的意志更加強大。
1至5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了38.9%，高于对外出口的平均增长。这是经济用脚给地缘政治投票的清晰例子。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我们知道两国关系的就是政治外交关系，还包括贸易关系，都是处于一个紧张的态势。那么，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这样的一种流动仍然是在继续，这是反映出两国目前经济高度互融的这样的一种客观现实。但拜登政府仍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政策。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周六在回答记者有关美国是否会继续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的问题时称，美中贸易关系严重失衡，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损害了美国经济。但他的这一说法被普遍认为是色厉内荏。英国金融时报称，拜登政府至今未逆转特朗普对华关税政策，令美国企业十分焦虑。美媒还称，拜登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正受到水泥、钢铁等物资严重短缺的威胁。美国媒体称，戴奇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中美两国正在加强经济讨论。中国副总理刘鹤近来分别与戴奇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电话及视频交谈。中国商务部表示，这些会谈表明双方已经重新开始正常沟通。他这个讲法，那么其实就是在为接下来那么中美之间可能要继续进行的这个，比如说第一阶段这个贸易的执行的情况，双方可能要进行这样的一个磋商，包括是不是有可能进行第二阶段贸易的谈判，以及那么戴奇就指出，那美国要采取一切可用的政策的工具来推动这种关系恢复正常，恢复健康，其实是为美国接下来的可能采取的行动寻找借口。上周四，拜登还签署行政令，将59家中国企业列入禁止美国个人与投资机构投资的黑名单。这是延续前任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签订的行政令，对黑名单进行了修改和扩增。但与特朗普政府单挑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极力拉拢所谓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形成同盟，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对中国全方位施压。深圳卫视注意到，在政治上，拜登政府这一招似乎产生了一些效果。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日本，近段时间以来频繁跟随美国起舞，在涉港、涉疆甚至台湾问题上对华发难。而在与中国的经济脱钩问题上，尽管中欧投资协定暂时遇到了障碍，但欧洲方面并未跟随美国。中国欧盟商会周二发布的年度调查显示，欧洲公司中有近60%计划在2021年扩大其中国业务，高于去年的51%。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比例高于1年前的38%。分析认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已经难以被取代，强大的中国市场已经成为跨国企业无法忽视的利润来源。德国慕尼黑水行报周一称，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样，中国也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最大贸易国。拜登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商品实施惩罚性关税，美国公司几乎不可能将生产带回美国。对美国和世界来说，无论是采购市场还是销售市场，除了靠近中国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就连美国企业也并不支持这种脱钩论。尽管美国政府呼吁在外的美企回归本土发展，但仍有75%的美资企业表示不会改变继续对华进行投资的计划。我们知道，中国目前在进入世贸组织之后，那经济已经非常好的融入了全球经济。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知道中国还是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有非常庞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西方任何的这个围堵，那么它都要考虑对自身来说它会造成怎样的一个经济的后果，所以也就是出现目前它在经济层面都会比较犹豫的正冷经热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曲博。曲先生你好。反外国制裁法草案提交审议，在如今的国际大背景下，您是如何评价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呢？我觉得这个法案非常重要。那么主要从3个方面来看吧。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当前中美关系竞争日趋激烈的这个情况下，那么美国呢现在采取了很多对我们的小动作，那么包括这个联合盟友。一起呢干涉中国内政，那么干涉中国的这个人权问题，那么这些方面呢，都对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呢构成了这个严重的干扰，所以通过这样的法律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个法律制定和通过这样的法律呢，
也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举措。那我们都知道，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维护一个稳定和开放的世界经济，我们一定要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法律的通过呢，一定会威慑那些干扰我们进程的这些国家和行为体。那么第三个呢，通过这样的法律，也是和中国的国家地位和中国的国际声望是相联系起来的。那么今天呢，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稳居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且有望呢很快在综合国力方面也取得快速的这个发展。那么所以呢，中国已经不再是40年前、100年前或者是200年前的积贫积弱的这个中国。那么我们已经不再是受这个西方国家想制裁就制裁的这个情况。所以通过这样的法律呢，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以目前的一些制裁为例，您觉得相较于行政手段，反制裁立法将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之前呢，无论是去年通过的这个确定的这个实体清单，然后包括今年通过的反对国外制裁法律和措施的这个域外不适当适用的这个办法，那么都是这个行政法规。那么我们现在要把这些行政的法规呢，把它上升到国家意志的层面，那么通过全国人大然后立法来执行。那我觉得这第一呢，就表明了我们坚决反对干涉我国内政、反对这个长臂管辖的坚定决心，而且这也符合我们全面依法治国的这样的这个理念。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反制裁法呢会有更全面的这个法律措施。那么除了这个实体清单中就是列出的这个实体单位和这个个人，然后包括今年1月反对这个长臂管辖的这个具体措施，那么某种程度上呢都有一种这个被动印应的这个成分和措施性质吧。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反对制裁法呢，就让我们处于更主动的这个地位，那么能够形成强烈的这个威慑和遏止作用。我们还注意到，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外贸进出口数据显示，美西方虽然持续对华发难，但其与中国的贸易仍然强劲增长。那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政冷经热将会成为中国与美西方的常态呢？确实存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现象。那我觉得，与其说是这个政冷经热呢，不如说是就是我们把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呢要分开来处理，避免了这个经济关系的这个政治化。那么确实，我们从过去呢已经可以看到，我们无论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对日的这个经济关系上和这个政治关系上明显的不同调。那么现在呢，可能今后呢，可能包括对美国、对一些这个少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这样呢是一种常态，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就是把国际经济关系呢政治化。那么既保证这个有一个稳定和开放的世界经济，同时呢又要保证我们的这个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包括国家的这个尊严和地位。那么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反制裁法呢，我觉得可能就从目前的这个实践来看，是要对那些想要干涉中国内政、想要这个干扰中国这个发展的人发出一个强烈的这个威慑信号。那些任何想要干涉这个中国内政、干涉中国发展的人，都会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制裁的。好的，谢谢曲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召开前访美，他表示与美国总统拜登达成共识，称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关系在加强，这对国际秩序构成所谓挑战。北约和美国要共同遏制中俄。对此，外交部周二回应称，北约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多做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事。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于周一访美，他在与美国防部长奥斯汀会晤时就谈到所谓的中俄威胁。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与其会晤。斯特尔滕贝格说，双方认同继续努力遏制俄罗斯，
又宣称要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对先进军事能力的投资。What we see is that, of course, the rise of China poses some opportunities for our economies for trade, and we need to talk to China on issues like and engage with China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and arms control. They are investing heavily in advanced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they don't share our values.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二对此回应称，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北约作为全球最大的军事联盟，应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积极、开放的态度看待中国发展，多做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事儿。让美国是明确的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北约呢是说是系统性的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竞争对手，但是呢，他也明确的说不是敌手，叫 adversary， 更不是敌人。他的主张仍然是，就是说是在这个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仍然是主张对华接触。但他认为呢，在这个威胁判断上，他与美国呢也不是这个同调的、同步的，温差也是非常显著的。拜登本周将开启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前往欧洲参加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对于将拉盟友、搞小圈子作为外交理念的美国政府，这一次显然相当重要。拜登周日在《华盛顿邮报》就发表题为“我的欧洲之行是为了团结世界民主国家”的署名文章，宣称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结束新冠疫情大流行，还是应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亦或是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美国必须以强大的地位领导世界。对于俄罗斯，拜登说，美国不寻求与俄罗斯冲突，但他同时称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对俄罗斯未来的恶意活动做出反应。在与普京见面时，将再次强调美国、欧洲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支持人权和尊严的承诺。For President Biden to be able to sit down with him face to face, to be clear about where we are, to understand where he is, to try to manage our differences, and to identify those areas where we can work in America's interests. 日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俄方不期待俄美两国领导人即将于本月中旬举行的会晤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正处于危机之中。实际上，这次双方对他这个成果，实际上期待都不高，因为用俄方的表态呢，就是说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是明显的。而从美国的角度呢，美国认为这个能否真正的改变美国的对俄政策，还要有待于观察俄罗斯下一步的这个对外政策能不能改变，所以都是基于一种未来的一种假设，在对未来的一种期待来做这个政策的调整。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对方先迈出一步。值得注意的是，美欧两家智库周一发布的调查报告给指望联欧对抗中俄的拜登浇了一盆冷水。对欧美11国民众的民调结果显示，拜登执政前3个月，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和特朗普时期相比并没有改善，对中国的看法则略有改善。这项调查于3月底至4月中旬在网上进行。调查人员在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和美国11国，各对1000名成年人进行抽样调查。调查显示，总体而言，美国仍被认为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国，但其地位尚未从疫情中恢复。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表现不利，导致近60万人在这场疫情中死去，打击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国的信誉。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把欧盟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但只有51%的德国人视美国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巴黎办事处副主任马丁·昆塞斯则表示，这一民调结果表明拜登效应并未发生，美国影响力的下降仍然与特朗普执政时相同。当地时间周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可能与台湾地区恢复贸易谈判，但未表明是否愿意签署全面性的贸易协定。他还重申，美国将继续对台进行重大军售。
刚刚过去的周末，3名美国参议员借捐赠疫苗为由，乘军机旋风式窜访台湾。对此，继外交部、国台办之后，国防部作出回应：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解放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迎头痛击。布林肯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拨款听证会，被问及有关与台湾地区的贸易协定的问题时，回应称，可能恢复与台当局经贸高层磋商。I'd have to refer you to Catherine Tai,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but I know we are engaged in conversations with Taiwan, or soon will be, on some kind of framework agreement. And those conversations should be starting. 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随后作出回应称，继续和台湾加强贸易很重要，但强调暂时没有相关消息公布。布林肯表态后，民进党当局立即跑出来给自己加戏。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二称，期待美台关系更有精进，有好消息会跟大家报告。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莱猪事件引发岛内民众对蔡当局强烈反弹。由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反莱猪公投将于8月28号举行。面对如此压力，蔡英文迫切渴望能够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因为8月举行的投票很可能会推翻他于今年1月份取消对进口美国猪肉和牛肉的限制的决定。值得警惕的是，美国一旦与台湾地区在经贸谈判中取得实质性进展，势必释放错误信号，使得其他一些国家有胆量与台湾开展类似的贸易谈判，这将对台海局势造成巨大冲击。它背后有着充分的政治考量，最主要的是要把台湾然后纳入到整个的这种印太战略布局当中，必须得清楚地注意到，那么谈判归谈判，达成协议归达成协议，两个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未来美国极有可能操作的手法呢，就是所谓的重启和台湾的贸易及投资框架协定，就是我只是说答应和你谈，但至于谈的结果怎么样，谈什么依然还是由我决定。那么能不能达成协议，未来依然存在巨大的变量。那么这其中其实并不完全由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所能决定，更多的还是由美国来去主导。美国与台湾方面在1994年签署所谓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建立经贸高层磋商管道，但自2016年特朗普上台后再未召开会议。而在此之前的2008至2012年间，也曾因美国牛肉进口问题连续停开5年。直到2012年，台湾公布美国牛肉的克莱多巴胺及瘦肉精的最大残留容许量标准，并且逐步恢复美牛进口，才续开相关会议。去年底，台湾为了推动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罔顾岛内民众健康，强行开放美国莱猪入台。但在今年元旦，台湾正式开放莱猪后，并没有换来所谓的美台贸易谈判，台湾部分产品还被美国课征反倾销重税，这一结果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事实上，今年4月份，美国财政部公布汇率报告，时隔多年后，台湾再度被列入汇率操纵经济体名单。与此同时，岛内疫情严重，蔡当局鼓吹的所谓芯片换美国疫苗完全没有下文。岛内舆论批评蔡当局芯片换疫苗根本就是个闹剧。对美国来说，台积电的芯片早已是囊中之物，只因台当局在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博弈中毫不保留地倒贴美国，早就失去谈判筹码。有分析指出，在利益面前，美国六亲不认，甚至可以对盟友发起各种制裁，而所谓的美台关系更是美国一面倒的予取予求。它不仅仅考虑是经济问题，更多的还要考虑科技，然后以及整个的制造业产业等方面，要使得美国的这种制造业回流，因而去极力的吸引台湾的这种企业到美国去投资。那么最为典型的就是台积电到美国去投资。当台湾的高端的这种企业，例如说台积电以及其他的芯片企业都纷纷赴美投资的话，那最终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台湾的人才、台湾的技术、台湾的资本都会向美国去进行流失。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还重申，为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将继续对台进行重大军售。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布林肯这段表态的同时，2021年美台防务产业论坛在线上举行，双方讨论了军工产业供应链的合作议题。此外，3名美国参议员还在周日乘坐美军C-17运输机，借所谓通报赠送台湾疫苗，窜访台湾3个小时。这一举动再次挑动两岸神经。除了3人的背景外，更受外界关注的是，这也是台湾松山机场首度有美军战略运输机到访。资料显示 ，C-17运输机是美国空军大型战略运输机，适用于快速将部队部署到主要军事基地，或者直接运送到前方基地的战略运输。
岛内媒体报道称，美方参议员动用 C-17运输机，可能是考量达科沃斯参议员坐轮椅的需要，同时也是在秀肌肉，强调所谓对台友好。以所谓打擦边球的方式，以所谓防疫或者捐赠疫苗的方式来去提升美台的军事安全关系。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呢，他也是想去替岛内的现在蔡英文当局去站台打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的原因呢，是美国想去提升自己，那么在岛内民众的认可度和信誉度。因为台湾的第2轮疫情从5月中旬爆发以来，那么美国一直迟迟没有给台湾疫苗。对于美方举动，继外交部国台办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周二也予以回应。美国议员搭乘军机访台，利用台湾问题搞政治秀，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妄图达到所谓以台制华的目的，这是非常恶劣的政治挑衅，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吴谦表示，必须指出美方的这种行径严重违反联合国2758号决议和国际社会关于一个中国的共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破坏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是极不负责任的，也是非常危险的。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置台海和平与民族大义于不顾，最终必将玩火自焚。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与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台湾的前途在于祖国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予以迎头痛击，坚决捍卫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香港中评社的评论认为，对大陆而言，美方与民进党当局是在用切香肠方式做进一步挑衅，尤其 C-17在台湾降落是今后可能继续升级勾连的一大信号。在一中原则之下，美国参议员坐军机赴台是高投机高风险行为，在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均存在问题。美方投机性的利用台湾，将台湾当作对华博弈的工具，民进党当局则利用美方的力挺稳住台湾内部，美台勾连各取所需，其结果是台海冲突对抗的风险继续升高。可以预测，随着双方这种实力越趋接近，美国打台湾牌这种意愿和动力然后越来越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那台湾问题未来在中国大陆和美国关系当中，那么呈现的这种概率会越来越高，那么甚至有可能成为双方的一个闪爆点。我们一方面要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那么要清楚地认识到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中。只要我们中国大陆保持既有的发展这种态势不会改变的话，我们对于台海局势的掌控权和主导权就不会发生改变。新冠疫情方面，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二宣布，岛内新增21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本地病例，另外新增22例死亡病例。周一起，台湾开始全民免费打疫苗，但不少民众质问民进党当局，请问疫苗在哪里？面对疫苗短缺，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二接受质询时称，目前国际疫苗供货有问题，到货时间也向后顺延，可能要到7月才会进来。对此，岛内舆论炸开锅，批评民进党当局就是会欺骗民众。2月时，苏贞昌就曾信誓旦旦地宣布，有数千万剂疫苗已经签约购买，而至今却只有几十万剂抵台，只能靠美国和日本救场。台北市长柯文哲在疫情记者会上怒呛台当局，对付新冠疫情还没有像对付他这么用心。说话已经变了好几次了，一天讲话，我应该把他每一次的说法应该一个个拍起来，变来变去，对付新冠肺炎没有像对付柯文哲这么用心了。台媒还报道称，台防务部门原本规划在7月12至16日举行汉光37号演习的实兵操演和兵力展示，现因疫情严峻，台防务部门已拟定数个因应方案，将在端午节后决定。台媒分析，汉光演习延到9月举行的可能性高，但如果真的到年底还无法完全将疫情控制住，也不排除停办今年的汉光演习，将汉光37号所预验证项目与明年的汉光38号演习一并实施。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你好。
今天，3个美国政客坐军用飞机跑到台湾活动了3个小时，蔡当局却将其当作所谓美台官方往来常态化的大礼包。那么，吴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我多次跟大家交流过，美台官方往来既不合法，也不道德，更违背民心。且不说大陆坚决反对，即便台湾岛内挂着亲台友台幌子的美国佬一来，台当局除了热情迎接，更重要是得拿真金白银去犒赏，在一系列的贸易领域对美国放水，伤害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实际上，美国都拿台湾做着1本万利甚至5本万利的买卖，台湾越醉心于此，就越输得一干二净。为什么呢？美国无论在世卫挺台，还是加强对台官方往来，都无法改变抛弃9·2共识后的台湾继续充当亚洲孤儿的局面。因为一中原则是国际共识和主流，死抱美国大腿的台湾终究会走进死胡同。况且美国做这些真不需要什么资源，做不成也没什么损失，可台湾却欠美国一个大人情。再接下来，美国所谓挺台，本质是要敲骨吸髓的攫取台湾的剩余价值，本质是抓住蔡当局的对美深度依附，把台湾变成美国的倾销市场。换言之，整个所谓对台支持也好，声援也罢，纯属华盛顿给台湾画的饼，可台湾却要偿付实实在在的贡礼。我只举一例：18年以来，蔡当局用行政权强迫岛内农业部门高价进口美国的农产品，甚至是敏感农产品。比方说，过去2年，台湾购买美国大豆是390万吨，价值16亿美元，每吨的单价近400美元，较美国市场价高出79美元，这等于一次性向美国豆农送礼3.1个亿。我们还注意到，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是全方位打台湾牌，除了议员窜访，还有前不久的美军 P-8A 巡逻机窜扰台海。那么您对此又是怎么看的呢？从新闻看，这次穿越海峡的应该还是美海军 VP-45巡逻中队的 P-8。就传统航线而言， VP-45一般是从日本本土的后木转场到嘉手纳，再沿台湾的东海岸进入南海，再原路返回。过去2-3年呢，他们又增加了菲律宾克拉克的起降点，意味着他们可以南北对飞，形成对我东海、台海、南海的包夹之势。但我想说，美军 P-8窜扰台海过程中，公开报道里相关的部队实施了广播警告，但可以肯定的是，相伴的还有驱离。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要看清 P-8如此抵近活动，就得要讲清楚他们要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首先， P-8的任务载荷里是包括可见光、红外双通道、光电塔、合成孔径雷达等等侦察器材。鉴于解放军的实力，我们有足够的屏蔽干扰手段，比如针对威胁最大的合成孔径雷达，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太复杂的双部或者多部雷达干扰机高效压制，迫使其飞离我海空。我们再把话题展开一些，从实力左右决心，决心导致行动的角度看，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角逐多年，特别是从特朗普时代起，双方的角力出现了深层次变化。您发现了没有？中国越来越少地呼吁美国从道义外交立场考虑台湾问题，倒是美国自己不得不从自身利益出发，认真考虑自己和台湾的关系是否对自己造成了更大的损失。特别是美国商人比政府更急于改善对华关系，并要求政府理性处理台湾。记住，中国当前的台海斗争逻辑就是要让外部势力明了自己的底线，需要斗争时必须果断斗争，同时在争取台湾民心上，用战略上的韬光养晦与战术上的坚决斗争刚柔并济，为实现尽可能少阵痛的祖国统一尽最大的努力。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纪念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周一起连续2天在重庆举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主持会议。王毅总结中国与东盟30年关系称，双方已经成为贸易规模最大、合作最富内涵、是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
王毅还就打造更高水平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提出6点建议。王毅表示，过去30年，中国东盟携手前行，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人文3大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领导人、部长、高官等各层级立体式对话机制，及时就重大问题开展战略沟通，为双方关系发展构筑起坚实基础。我们的贸易额从不足80亿美元跃升至6846亿美元，增长80余倍。双向投资更是不断扩大并趋向均衡，累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我们双方坚持讲信修睦，谋求合作共赢，共同铸造了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支柱，共同打造了发展繁荣的强大引擎，共同树立了亚太区域合作最为成功的典范。王毅称，在双方努力下，中国东盟已经成为最大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力的战略伙伴，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着眼未来30年，为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构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王毅提出6点建议：深化抗疫合作，推动经济复苏，提升关系水平，尽早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坚持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弘扬亚洲价值。中国向来主张的是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注重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周边国家的相互关系。那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以来呢，双边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因此呢，中国和东盟的对话关系以及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双边的关系的全面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周边地区的繁荣和稳定，促进区域一体化，有利于推进地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王毅在会上还特别阐述了中方关于当前缅甸局势的原则立场，他呼吁缅甸各方保持克制，消除暴力，开展对话，重启民主转型进程。与会期间，王毅先后会见了文莱外交主管部长艾瑞万、新加坡外长维文、菲律宾外长洛钦、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会见中，王毅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各方加强新冠疫情防疫合作，并在政治经济领域提升合作层次和质量水平。周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东盟外长们对中方向东盟抗疫，特别是疫苗方面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充分肯定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感谢中方为东盟一体化发展、地区互联互通提供的有力支持和帮助，愿同中方在深化抗击疫情、经济复苏等领域合作，进一步提升双方关系，促进地区发展繁荣。我们愿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落实好双方领导人共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创造下一个更加精彩的30年。继3月底以来，王毅先后在福建接待东南亚4国及韩国等5国外长访华，5月底又会见了来华的欧洲4国外长，这是王毅年内再次密集接待相关国家的外长访华。这次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是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双方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外媒高度关注。新加坡海峡时报称，会议期间各方并没有避开争议问题。王毅会见菲律宾外长洛钦时就表示，对于攻击和抹黑双方互利合作的言行，我们双方要保持定力，不为所动，着力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多扎实成果。洛钦也表示，菲中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具有挑战性，但这一问题不应该影响蒸蒸日上的两国友好关系，不应该影响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印度媒体《印度教徒报》则认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是向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机制发出信息。